好，接下来开箱的东西呢，我真的期待他们家超级久，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主力耳机和老大的主力耳机都是使用他们家。那我们今天来开箱就是这个 Soundcore by Anker。那接下来开箱这一款是他们的首款 ANC 跟通透模式的蓝牙耳机。那大家听到它是有 ANC 又有通透，一定觉得哇靠，很贵吧？那我这边要先爆雷一下，它这款的售价是不到3000块的，而且即使它很贵，我的频道还是会抽一副给你啊，不要太担心。那我们最近的订阅比率有上升，我这边看到大概在11、12%吧，真的是感谢大苹果的信仰。那如果你想要抽到的话，听说按订阅的按钮按下去会比较容易中哦。好，那我们就光来开箱吧。那这款耳机的名叫做 Life.2 NC， 然后是具有了 ANC 的主动降噪的耳机，而且它这个 ANC 不是一般 ANC， 它是混合式的 ANC， 所以其实蛮让人期待的。混合式的，看到没？而且它除了 ANC 以外，它还有一个通透模式。好，赶快来开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真的不懂，就是这个明明用耳机的应该都是男生偏多，为什么不放女生的照片，或者两个都放啊？这边放一个小帅哥，这边放一个妹子也不错。那这一次的开箱啊，不是侧开的，有点可惜啊，请出了我们这个被封印1个月的小刀子，因为苹果的产品都不太需要。打开，哦，有做一个提把，不错，应该就是这样拉开。哦 ，How do we sound？ 哇，超屌！一打开就看到这额外的2组耳翼和额外的4副耳塞，这个就是充电线，然后它使用的是 Type A 到 Type C 的。然后看这个包装，这个这么的舒服的一个包装，你要怎么样不开心起来？然后这个就是耳机的本体，哇！哒啦，也是走这雾面，然后是走这种扁平的，然后这下面有个 reset 的按钮，可以撕膜来听一下膜吧，准备好了吗？感觉好像声音有点小，不过没关系，就这样，耳机嘛，然后底下就没有什么东西。它其实包装的非常简单，它只可惜它不是侧开式，它就一个说明书、充电仓跟耳机本体，然后额外的2副耳翼跟额外4副耳塞，所以它其实是有5副耳塞跟3副耳翼让你做选择。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充电仓吧，这充电仓就是有点塑胶，但是做的质感蛮好，这种雾面。不过它的这个指纹的油有时候还是会比较容易印上去，但是我觉得是还蛮好擦拭，应该是不会到太难维护。然后它这个 logo 的部分是做了一个亮面的处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背面的话是一个 Type C 的充电孔，这年头要是没有 Type C， 应该是说不太过去啦，可能就是有苹果的手机会没有。然后背面有个 reset 的按钮，然后它这中间是充电指示针，在这边有3个，然后特别做这种有点亮面跟雾面做交接的感觉，所以说真的感觉它合上去也不会完全密合，它中间还是会露出它这亮面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你看像这样，其实你还是看得到你的充电指示灯的，然后感觉又蛮好的，算是蛮有设计的质感在啊。不过这个充电仓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它并没有支援无线充电，这点是真的比较可惜了一点。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耳机的本体吧。打开就这样，哇，它整个里面亮面的材质做的我拍不太出来，不过整个在手上这样直接看感觉非常好。然后拿出来，哇，你有看到吗？这个亮面非常深不可测啊。然后耳机做的我觉得很像是比较短的 Soundcore Liberty 2 Pro 的感觉，但是也是这种耳翼加上这个耳塞的组合，所以说应该戴起来会蛮稳固的。然后整体来讲它比较短，所以说你佩戴的感觉并不会像2 Pro 那样子比较突出的感觉。哇，又有东西可以撕耶，来试一下吧，希望你们听得到声音啊。感觉你们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听到就撕掉。它整个的耳机的感觉，我觉得虽然说这样感觉重看会觉得有点宽，但你这样看的时候是觉得算是蛮小巧，而且形状跟之前看到感觉都不一样，这很像 Soundcore Liberty 2 Pro 的缩小版，蛮好看的，我觉得还不错。好，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它这款耳机的规格吧。它使用的是 Soundcore 独家的调音技术，搭配了11mm 的动态驱动单体，那走的是蓝牙 5.0， 那音频解码支援是 SBC 和 AC， 那最厉害的是这一款是有支援 ANC 智慧混合式的主动降噪，然后还有支援通透模式。那左右的耳机各有2个降噪麦克风。那续航力的部分的话，单次使用是可以7个小时，那搭配充电仓可以达到35个小时。那它有支援快充的功能，快充10分钟你可以使用90分钟，真的蛮厉害的吧？然后防水等级是来到 IPX5，规格上来讲的话，听起来
来是还蛮不错的，又有支援快充，而且 ANC 和主动降噪都有。好了，那我就来佩戴这款 Soundcore Live.2 NC 的耳机一阵子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整个的佩戴心得吧。改天见啦。2,000 years later. 好，那使用这个 Soundcore Live.2 NC 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首先呢，它佩戴的感觉，这个整个大小和这个感觉，我觉得真的很像是 Liberty 2 Pro 的缩小版，因为它这个宽度真的没有那么宽，然后入耳的深度还算蛮深的，所以说它的物理抗噪的程度是蛮好。不过它入耳深度蛮深，所以说你最好是要选一下你的耳塞的大小，然后佩戴起来，因为有这个耳翼的关系，所以说非常的稳定，那不太会有掉出来的感觉，非常安稳。它的操作模式的话，使用的是触控的操作，它是使用这样点这个 logo 上去做操作，它只有点2下和长按2秒，它并没有点1下和点3下的选择，这是有点可惜的。那它这款是有附上 App 的，所以说你是可以在它的 App 里面做调整，说你点2下，长按2秒的话，左右操作想要的是什么，这也是蛮火。像你这样选开，就可以说你要调整音量、上下首歌、播放、暂停、语音助理，或者是切换环境音的部分。那它比较可惜，它并没有单点1下或单点3下，你会希望它只有透过软体的更新去做到这个功能在，要不然是稍微有点可惜，因为只有4个选项会比较不够，特别是它有通透和 ANC 模式的情况下。那这一款耳机很厉害的部分是它的连线，我觉得连线真的做得蛮好，它基本上单双耳的切换就是单耳切成双耳的部分是完全不会有任何 delay 的感觉，那你也可以单独的做使用，你左耳右耳拿出来都可以直接使用。那我在测试延迟的部分的话，在看影片的延迟基本上是感觉不太出来的，所以说看影片那些应该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然后接着就是它的 ANC 和它的通透模式了，那这边就要提到它这个 App， 它这 App 真的很猛，它有降噪、通透跟标准，哇，真的是超级猛。它的降噪还在细分的交通、室内和户外。那我个人是觉得交通听起来的话是效果是最好，它会针对你低频的噪音和一些路上的引擎声，它是降噪模式开到最强。我这边直接讲一下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的主动降噪其实做的蛮好的，特别是在交通模式底下，它做的感觉其实已经很接近 AirPods Pro 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力道会稍微再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是已经做得很好的感觉。然后它可以再细分成你在室内和户外，就是让你的音压感比较不会这么的重的感觉，让你的佩戴感会比较舒适，然后程度也比较不会这么多。不过我个人会觉得它户外的模式的听的时候，它音质会变得有点诡异，所以我基本上我开都是直接开到交通。那在主动降噪的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是还蛮不错，蛮 OK 的。然后通透模式就很有趣，它有分一个完全通透和人声通透。那在人声通透开启的时候，它会帮你过滤掉一些低频的白噪音，但是如果是完全通透的话，就是把所有声音都放进来。不过我会觉得它通透模式如果可以再更透一点会更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它的主动降噪和它的通透模式做的都很好，而且你要想想看，这款耳机是不到3000块，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基本上已经蛮近乎于 AirPods Pro 的表现，我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这个主动降噪。好，然后接着我顺便来讲一下它这款 App 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这里面除了刚刚的控制项以外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这个，它可以在里面主动关机，这个功能是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当你的耳机跟你的这个设备断开的时候，闲置多久它会自动帮你关机，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功能。但我会希望它可以做到更好的是，它即使是连线，那可能1个小时都没有用，我也希望它关机啊这样。不过它现在做的状况是它就是要断开才会，不过这有点可惜，但是希望它之后软体可以改进，毕竟它有 App。好，然后接着是它的通话表现，那我这边有预录了一段它通话的收音表现，大家可以听听看说这是不是你喜欢的声音。好，这个就是 Anchor Live.2 NC 在大马路旁边的通话测试。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款的通话收音是如何，应该是还算不错吧，因为之前的表现都还蛮好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那你就听听看咯。好，然后最后就是它的音质，哇，我觉得这款音质真的是听起来真的是爽啊！因为我觉得我的耳朵已经被 AirPods Pro 囚禁太久了，终于解放的感觉。它的低音的话是蛮强劲，然后会有强而 Q 弹的感觉。那音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蛮宽广，然后我可以听得到更多声音的细节，而且它是有 App 的。那它 App 的话，这一次它是有预设和自定可以选择。那预设的话就一样是有着非常多的这个 default 可以让你选
选择，它包含有高音正向减弱，所以可以依照你个人喜欢去选择。那假设你觉得这个摇滚做的不错，好，那你可以直接点进去，它就会直接跳到这个摇滚的这个制定里，那就可以照你喜欢的声音去调节你想要的样子。这点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因为它是真的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做调整，那就不会有太依赖说它一开始原厂出的那个声音的调教是不是你喜欢的状况下。所以基本上有 App 的话，加上它又是 SoundCloud 的调音，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合我的胃啦，特别是细节的部分。好啦，这款耳机的音质我是给过了，非常棒。再加上呢 App， 我比较可惜的就是在于说它的操作只有2下和长按2秒，我也希望它可以再增加1下和0.3下这样子。好，那这款耳机的售价来讲的话，它原价是4280，那特价是2980。我靠，不到3000块，你可以有3段的 ANC 和2段的通透模式，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调整 EQ 的 App，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我非常的喜欢这款耳机。然后原厂的保固最多可以高达24个月，就是2年左右。那我这边也会抽出一组这个 SoundCloud Live.2 NC 的耳机，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订阅、分享和 tag， 还有留言，不要忘记了。好，那这大概就是我这款耳机的评测影片。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们的影片。我们的抽奖会继续持续下去，没有抽到不要气馁。好了，那就祝各位中奖啦！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